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自己或者自己挚爱的亲人的病障与受障。首先我跟大家来解释，在佛法的观点里面，什么导致我们生病，什么导致我们会有寿命的障碍。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基础的法则之后，你就会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如何观修我们的起心动念，用佛法去观这个缘起，然后去观这个因缘果报。所谓的病障，就是指我们在过去生中无量劫的过去，乃至于今生，可能不小心或有意的去伤害众生。这伤害指的就是杀死他，叫杀生，或者伤害他，那就是伤的业。这种杀生伤害众生的果报，就是会是多病报，就是会很多的疾病的这种果报。也就是说，你这辈子或者你的家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是不断的有很多的病痛，就是因为过去生中伤害很多众生。这个伤害不是言语的伤害，是实质上的伤害，比如说杀害众生，或者是鞭打众生，乃至于或者设一些陷阱，好让这些众生失去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指受障，寿命的障碍，就是跟杀业有关。那病障呢，就是过去生中对其他的众生也是产生杀业跟伤害的恶业，只是可能我们过去生中的杀业并没有导致对方死亡，所以呢，它就会产生的一种果报，就是多病报。所以长寿的障碍就叫寿障，病障就是指有很多生病的障碍，就无法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这都是我们过去生中所造作的恶因。那果报呢，就是今生的受障与病障。那这都是可以通用在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兄弟姐妹，就是没有任何的限制。因果的法则是通则所有的众生，六道的众生都是一样的。我们讲的病障跟受障，通常就是指疾病不应该是常年都是生病的，或者重大疾病的，那一种就是属于病障。寿障就是这一个人一般通常要活到80岁的，但是这个人呢，大概在10岁左右，他就常常生病，好几次都差点往生，我们就讲这是寿障，就是低于常规寿命的时间，就叫寿命的障碍。那病障就是指疾病的障碍。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很容易生病的家人，那就是指过去生中他很常伤害其他的众生，所以你就要请他多升起惭愧心。但是如果是各位的父母，他是正常老化的，有老的障碍，老的苦，他没有病的障，也没有寿的障，他这个是正常的你不可以说一个人你老了你这是业障太重这是不正确的。这个正常老化的过程，它不是业障太重，它就是一个正常老化的自然现象。所以呢，当你面对的是一个挚爱的亲人，我自己想要分享的是针对父母。所谓的父母，在佛教来讲，就是我们的恩田。三宝是功德田，父母是恩田。所以父母为什么是我们的恩田？那是因为如果没有父精母血结合的名色，也就是那个受精体，乃至于发展到后来胚胎，我们出生，父母培养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是没有今生的生命的，我们也不可能修学佛法。所以为什么在佛教里面呢，父母是恩田，也就是因为没有父母给我们这个健康健全的身心，我们是不可能去修行，也不可能发这个广大的大悲心菩提心，然后去受持戒律，然后证得空正见，然后自利利他，成就佛果。因为你没有这个在道体，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肉身，这个肉身
是来自于我们父母的父精母血。所以在佛教来讲，父母就是恩田。即使像我们出家人，就是我们是出家嘛，就是出三界之家，父母都还是我们的恩田。那出三界之家的出家人都已经是一子出家九族升天，也就是说我出家了，这个出家的功德可以庇佑让我的父母他们往生之后升天。而且这个升天还不只是我这一代的父母，往上推的我的曾祖父、曾祖母、曾祖父、曾曾祖父、曾曾祖母，这些先人们九族升天。所以出家有这么大的功德力。但是父母这个恩田呢，是所有的众生，也就各位居士们，就是最容易去造作的一个福田。因为有可能你是跟父母一起住，所以你可能三餐都是你在煮饭，供养你的父母，照顾你的父母。所以你如果再能够融合佛法的观念，就是父母是恩田，没有父精母血，父母的滋养，就没有今天你可以修行的这个在道体。所以你在照顾父母，不管是健康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你如果能这样的缘念，父母就是恩田的话，那你也是在修因缘果报观，你就是在天天累积福报，也就是恩田。所以呢，如果你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或者是你常常主要去照顾你父母健康的，那我要恭喜你，你就是等于有很大的恩田，天天都等着你去耕耘。也就是说，像世俗人讲的，还要赚钱，对不对？世间的人都想要赚钱，觉得赚钱会对自己的生活的品质改善。那父母是我们的恩田，那等于你天天在照顾父母啊，等于你煮个早餐、中餐、晚餐，或者帮他洗澡，陪伴他上床睡觉，等于你都是在造作这个恩田，等于说你在造这个世俗地的福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修行。虽然它只是世俗地有漏的福报，但是呢，它是随手可得，等于说你时时刻刻都是在做的。如果你又每个月赚钱，然后你有一部分的孝养金，你去孝敬你的父母，那你也是时时刻刻都是在种这个恩田。为什么我着重这个父母是恩田？原因就是因为佛教来讲，三宝是功德田这个三宝就是佛法僧三宝，是功德田。所以你看，连我们三宝之一僧宝是三宝之一，是功德田。我们自己都还要去关怀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也是我们的恩田，更何况各位是在家居士呢。所以呢，很多人觉得诸事不顺，那你就可以想想，那你是不是有真正用这个恩田的心态去面对你父母，去照顾你的父母，去陪伴你的父母，去看医生，照顾他们。如果没有，你只是恭敬这个功德田，就是三宝的功德田，是无漏的清净的善业，是出离轮回的善业，是极为殊胜，没有错。但是忽略了这个恩田，我觉得也是少了一份在世间人该尽的五伦的责任之一，就是人伦，就是父母是我们的堂上的活佛嘛。在一般佛教来讲，父母是恩田，而更何况在佛教的观点，我们在升起菩提心次第当中，我们是观一切的乳母有情，我们都是观一切的众生是我们的父母，过去生的父母。所以如果我们一个修行者不能对恩田，对自己的父母升起感恩心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升起大悲心，也不可能升起菩提心。也就是说，这个修行是不可能成为殊胜无漏的清净的资粮。所以很多人是本末倒置的我也看过一对夫妻，然后父母大概80几岁，都是学佛者这一对中年的夫妇也非常的虔诚周末都会去各道场去当义工每个道场也都会去供养三宝。他们着重这个三宝是功德田，所以他要做供养。但是呢，这对夫妻对自己的父母完全是
索取式的觉得父母的钱应该要给我，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女儿，你们往生以后这个钱我应该得到，然后对父母极为吝啬，完全不愿意为父母付出任何的体力上的照顾，或者是精神上的回馈，乃至于佛法上的法的布施都没有，他只着重在功德田的供养，每年固定去供养三宝周末去当义工。当我看到这对夫妻是这样的修行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们了，这个是本末倒置，修行一定是基础在一个好人的基础的标准之上去修出世间法。那你如果一般的好人孝子孝女的角色都没有尽心去做的话，那这个就违背人伦，就违背了这个人基本的伦理道德，这个就是属于不合格失败的佛教徒。所以我有劝这对夫妻说，父母是你们的恩田，你宁可把供养三宝的钱你都省下来，或者是一半去照顾父母的生活起居，行有余力再去供养三宝你不可以说父母的照顾完全的不做，然后只供养三宝，觉得这个我就有福报让自己可以消灾解厄，可以子女孝顺自己事业兴隆，这个是完全不符合因果的。所以我刚刚就举了这个例子世间的人伦都做不圆满的时候，就要求出世间的这个功德财，不可能求得到的就算有也不会久留。那所以我就用这个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不知道各位是属于我刚刚讲的这一对夫妻的样板，就是拼命的去供养三宝，然后对自己的父母呢就是完全的冷漠漠视，甚至有点不孝这是第一类的人，第一类不及格的佛教徒。还是你是在家非常的孝养父母，在精神上的陪伴，佛法上的法布施与生活上的照顾，然后也同时也是供养三宝，那这个就是标准的佛教徒，是极品。你是第一个类别呢，还是第二个类别，还是你是第三个类别，就是你没有学佛，但是你非常孝顺父母。好，这是第三类别，就是你所有做人的基础的标准人伦都做到了，但是你还没有学佛，你是对佛法感兴趣第四种是你既不学佛也不孝顺父母这有1、2、3、4种选项。第一种类型的佛教徒就是到处去当义工，到处捐钱，但是自己的父母不孝养。第二种就是供养三宝也做，恩田也做。第三种就是只做事业，刚刚开始学佛。第四种就是两者都不是。我希望各位能够在留言区写1、2、3、4，然后告诉我，或者你想要成为哪一类的人，或者是为什么你做不到我们的标准版本的佛弟子，也就是恩田也去孝养，然后功德田也去护持。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因为这是比较属于生活上修行的佛法，那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区讨论，我也会去看。那也许这当中我们也能够去找到更好的方法，去来帮助各位在忙碌生活的红尘当中修行。所以在我今天的开示当中，我就跟大家做分享，在21世纪是少子化的社会，然后老人化的社会，那请各位一定要有更大的智慧，用佛法转你的心念，你才不会照顾老人到后来你会精疲力尽我会觉得生不如死。所以如果你有用佛法去观这个缘起，然后去观这个因缘果报，就如同我刚才讲的，你去可以观修你因为有父亲母亲的父精母血培养你长大成人，所以才有你自己非常好的妻子或丈夫，或者非常乖的孩子，才有今天好的果报。缘由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父母培养你栽培你，所以你如果能够把因缘果报的观念融合在这样的一个孝养父母或孝顺父母的过程里面，你就不会觉得那么枯燥无味。那你也可以去观想人生的无常，
人生8苦，生老病死苦。所以你看到年迈的父母已经不太能够行动自理，需要人家照顾，乃至于有点痴呆、老人退化，你就可以反思说人生是无常的。我现在50几岁，正值壮年，头脑很好，事业很好妻子儿女一切圆满，但是有一天20年后，我也会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老了我希望那时候我的子女怎么来对待我，我现在就要怎么去孝顺我的父母。你可以这样去观无常观，所以你就不会做得干巴巴的就是你在照顾父母就不会干巴巴的，你就会觉得说原来我们都在造作自己未来善果，而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孝顺父母、照顾父母、陪伴父母，或者法布施父母，就是在造作你自己将来的善的果报。什么果报呢？就是你的子女一定会孝顺你，这是铁的定律，因果的法则不是我说的，是释迦牟尼佛开示的。所以你要有一个将来美好的未来，现在不是别人给你好的未来，而是你自己要照做清净的身体的行为、正确的思想以及善良的意念身与意。所以你这样子的想，你陪伴父母就不会那么无聊了每天都有不同的状态，但是你每天都可以这样子随着这些境界来去观察他的因缘果报，然后再去观想自己老的时候80、90岁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你去观想你的儿子却不理你，或者你女儿忙着事业，你那时候内心不是很痛苦吗？那你就可以用那时候你的心情的痛苦去想，现在你的父母如果没有得到我们的关爱，他的心情也是很空虚、很空洞、很无奈的所以你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思维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觉得每一天就是在写一个人生自己的剧本，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有趣，你也不会完全的被这个沮丧或负面的情绪所淹没掉。所以我希望我的开示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家都是非常精进的佛教徒，我相信各位也听很多其他法师的开示，那我希望着重的开示在于如何将佛法可以让你转为道用就你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你怎么去转你自己的心念。当你会转自己的心念的时候，再大的苦你都会觉得那是最大的喜乐。为什么？你看到了别人身上所产生的苦果，你学习到了因果的法则，我们不要造恶因，当然你将来就绝对不会有不好的果报。所以我是基本上我从小我就很容易做这种思维观想的人，所以我的念头转得很快我也希望各位能够把佛法真的要活用，活生生的去使用不要只是觉得佛法是佛法只有在道场诵经的时候是佛法在家里禅修的时候是佛法，然后离开自己的小书房的修行，回到工作，回到生活，回到照顾父母，照顾自己生病的亲人，就完全走一样，我就觉得太可惜了。佛法是在帮助我们看清生命的实相，而这所有的生老病死苦，它都是生命的实相，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过这生老病死这个8苦，人生的8苦，连佛陀自己他都逃不过，更何况是凡夫的我们。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善思念之转心向法，那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的修行当中不断的去造作无尽未来生的真上无漏的善业。我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请记得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官方频道，请一定要订阅。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留言分享，按下小铃铛。然后现在YouTube 有一个叫粉丝推播，请按下那个 button，
因为这样的话，透过演算法会有更多全世界不同语言不同人种的人会看到我们这一则开示，然后对他们会有所帮助。那你的一个按键一个动作就是帮忙佛菩萨弘扬正法。然后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分享，也请记得留言，因为你的留言就是给我们最大的精神回馈，让我们知道我们帮助了你什么。那这样子我们在将来的影片的设计跟开演佛法上，我们会更能够达到我们双向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我希望各位喜欢我今天的分享，祝福大家福慧双修，一切吉祥，阿弥陀佛。